2021年至今，中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连续3年的阴跌，这是自商品房市场建立以来最长、最深的一次回调，堪称史诗级下跌。这场持续的房价下跌几乎耗尽了国人对房地产市场的信心，许多人不禁要问：房价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跌到头？近期，中国央行罕见发声，预测房租将会稳步上涨，似乎在为楼市托底。然而，当我们仔细审视当前的房地产市场数据时，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浮出水面：中国房价已经跌回2016至2017年的区间。根据中原地产最新发布的数据，中国1线城市的房价已经基本跌回了2016年的价格区间。这意味着，过去近10年的房价涨幅几乎被这轮下跌抹平。深圳楼市一直被视为中国楼市的风向标，每一轮上涨和下跌都领先全国，这一次也不例外。数据显示，深圳是1线城市中涨幅最高的，也是最早见顶的，大约在2021年2月达到顶峰。当时，深圳二手房成交均价一度超过8万元每平方米，网上充斥着深圳房价全国第一的文章。然而，好景不长。根据中原的统计，4年来，深圳房价累计降幅高达 37.3%， 是1线城市中下跌最多的。2024年7月，深圳最新的二手成交均价已跌至 5.9 万元每平方米，几乎与2016年8月的价位持平。回顾2016年的数据，当年二手房成交均价为 5.4 万元每平方米，最高月份一度达到6万元每平方米。因此，我们可以确定，深圳房价确实已经跌回2016年水平。相比深圳，广州的房价下跌来得稍晚一些。去年广州的跌幅并不显著，但到了今年，这股下跌的腰斩风才从深圳传到广州。特别是最近几个月，广州取消限售后，大量前几年上市的次新网红盘扎堆降价抢购。例如，黄埔科学城的大壮名城、万科城市之光、番禺的越秀和悦府等项目，基本上都是跌破底价，甚至出现亏本卖的情况。市中心的一些二手豪宅也未能幸免。海珠区的珠江帝景，最高峰时卖到10万每平方米，今年回调至单价6万元起。珠江新城的中海花城湾则从高峰期的21万每平方米跌到了13万每平方米，跌幅达到惊人的 34%。至于增城、知识城这些郊区，情况更是惨不忍睹，跌幅近 60%。目前，广州整体已经从最高峰下跌 26.8%， 跌至2017年6月的价位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自5月28日新政后，广州二手房新增挂牌已经超过2万套，目前最新的挂牌量高达15万套，创下历史新高。这意味着未来广州房价可能还有进一步下跌的空间。上海的房价在2017年达到阶段性顶点后开始回调，一直到2020年疫情后才开始冲高。2021年和2022年，上海房地产市场连续2年处于牛市行情中，基本上是高位横盘。然而，2023年上海楼市正式开始回调。虽然最近上海老破小成交火爆，但基本上都是以价换量。根据上海网上房地产的实时数据，2023年8月初，上海二手住宅成交均价为57915元每平方米，对比2017年8月的数据57917元每平方米，我们可以看出上海房价确实已经跌回2017年水平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上海这一次下跌回调分化非常明显。5大新城、老破小学区房已经跌回2016年水平。在这轮上涨中，北京的步调是最慢的，直到2021年才开始有明显反应。2023年9月，房价才涨到顶点，最高峰时，二手房均价达到 6.4 万元每平方米。
然而，从2022年10月开始，北京楼市突然熄火，进入猛烈的下跌周期。最新数据显示，2023年7月，北京二手房成交均价已降至5.4万元每平方米左右。这意味着，在短短1年时间里，北京二手房均价已经下跌了整整1万元。根据中原的数据，北京房价已经跌到2016年8月的水平，距离高点的跌幅达到 27.4%。这一跌幅虽然不及深圳，但也相当可观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北京城区的老破小跌幅普遍在 40% 至 50% 之间，一些前些年的网红次新房跌幅更是惊人。例如，最近太阳公园一套2居室单位的成交价刷屏了整个北京楼市。这套房源在2023年最高峰时期的成交价为1332万元，单价 14.92 万元每平方米。而在2023年8月，同样户型的南向单位成交总价即为975万元，折合单价 10.8 万元每平方米，基本回到了2016年的房价水平。这轮房价大跌几乎把2016年棚改后那一轮上涨吐出了一大半。回顾2016年，全国启动棚改政策，通过涨价去库存，连续5-6年的 PSL 资金下发到各地，从海南到东北，从浙江到新疆，全国房价普遍上涨。那一轮上涨被网友调侃为断子绝孙涨，越涨越让人感到绝望。如今房价基本回到了原点，一线城市核心区域的房价可能只是跌到2018至2019年左右的水平，而郊区则可能已经跌回2015年甚至更早的价格。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低迷，法拍房市场也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变化。法拍房即经法院司法拍卖的房产，主要由商业贷款逾期、民间借贷纠纷、司法没收和财产无主等原因产生。它们的数量和价格变化，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整个房地产市场的健康状况。根据中指研究院7月24日发布的报告，2023年上半年，中国大陆法拍市场的各类房源数量累计达到 38.2 万套，其中住宅类法拍房占了一半，达到惊人的 20.2 万户。这一数字较去年同期增加了 12%， 创下历史新高。一位长春的法拍房中介表示，因为经济下行，收入减少，很多人付不起房贷，所以房子被法拍。今年的法拍房比去年多，每天都有新的房源进来，而法拍房的成交率在 20% 左右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一线城市的法拍房市场已经呈现出量价齐跌的局面。以上海为例，近期出现了 5.6 折的法拍房，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。最新的上海法拍房住宅成交数据更是印证了这一趋势。7月23日至31日期间，上海共有28套法拍房挂牌，其中11套房源一拍就流拍，在其他17套成交的房源中，只有2套为溢价拍出，其余的成交折扣都在 7-9 折之间。一家上海权威拍卖平台近期发布的每周成交情报显示，从2023年6月开始，法拍房的总体趋势为一半流拍，一半高折扣成交。这一现象充分说明，法拍房已经从以前的香饽饽变成了乏人问津的普通商品。新房市场的情况也不容乐观。以深圳为例，这个曾经的房价高地，如今也进入了降价时代。2023年以来，除了少数核心新盘外，大多数新盘都靠优惠促销来吸引买家，8-5折的优惠已经成为常见现象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深圳中心城区还出现了半价卖房的消息，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。这种前所未有的巨大折扣，反映出开发商去库存的迫切需求，也折射出当前楼市的低迷状态。与此同时，全国其他城市的新房市场也普遍采取了降价策略。
以往热门的二线城市，如杭州、南京、成都等，纷纷出现了首付分期、送车位、装修折扣等各种优惠措施，以刺激销售。更可怕的是，种种迹象表明，中国人的好日子可能才刚刚开始。